我们每一个人在30岁的时候都在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所谓财富自由4个字。但没有人告诉你，在40岁的时候，或45岁以后，你身边所有朋友出来吃饭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都要先拿药出来吃。15公斤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。我觉得饮食习惯的改变跟运动习惯的改变其实是一样重要，所以你要吃对时间，跟吃对东西，还有吃对分量，追求健康自由。那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我叫 Hugo， 目前大家认知我可能都是从事品牌工作的品牌顾问，但我一直很喜欢跟大家分享，其实我是一个品牌故事的陪练者。那我最喜欢发现就是每一个商业品牌到个人品牌，他们最有趣的故事，然后这些故事会吸引他的受众跟他的消费者。那这是我们最擅长跟最喜欢做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很喜欢故事。那我们的工作每一天都很有趣，听故事、想故事、讲故事，是我们最擅长跟每天的日常。我的公司叫做负责想象，所以可想而知，我们负责就是想象的工作。那我们有个很大胆的价值主张，叫做你的不一样，我们一起想。所以我们每一天就是在找出每一个人的不一样。通常大家会说，我需要找一个 coach。我需要找一个教练，所以你会说他是一个品牌教练，但我们可能不这样定义我们自己。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这个故事是他自己的，不是我们帮他创造的，只是他自己没有发现他自己很吸引人的地方，所以要陪伴他找到这个不一样的地方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。健康陪练就是你必须要让这个人越活越健康，所以对我来说，其实我也很喜欢这个概念，在健康陪练的这个角色上，所以跟我自己在想象品牌训练的过程，其实几乎都是一模一样的概念。我们每一个人在30岁的时候都在学到一件事情，就是所谓财富自由4个字。但没有人告诉你，在40岁的时候，或45岁以后，你身边所有朋友出来吃饭的时候，第一件事情都要先拿药出来吃。没有一个例外，就像我个人还是要拿血药出来吃一样。对我们来讲，我们过去的这20年在追求就是所谓财富自由。可是到财富自由某个程度快要实现到还不错的阶段的时候，你突然间意会到，你必须要追求的是一个健康自由的过程。可是健康自由比财富自由难太多，因为一个是增加，一个是减少。可是健康很难增加得上去，但财富可以。可是为什么我最近都会一直跟所有人讲同一句话，就是有一些体会到那个年纪你才发现的时候，你会很想让更年轻的人知道，就是追求财富自由它只是一个过程，追求健康自由那是你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。其实我某个程度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人，在过去的20年饮食习惯非常的糟糕，所以你只要想得到各种不健康的食物都是我最喜欢的食物，包含含糖量很高的饮料，包含油炸食物，包含烧烤类，只要是热量很高，包含某个程度的洋芋片，各种程度的巧克力，我几乎会在一天的某一个时段大量的进食。那个大量进食的状况很有可能是一个人的3餐，我会用1餐把它吃完，但我一天就吃那1餐，这是我过去20年的状况。它造就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，我用造就2个字，就是它是渐渐的让我变得很不健康。我在这3个指数上都已经面对到一个必须得花时间去处理它的状态，所以突然就会意会到，就是运动救不了你，必须要靠饮食重新去让你回到正常的状态。我觉得饮食习惯的改变跟运动习惯的改变其实是一样重要，所以你要吃对时间，跟吃对东西，还有吃对分量。那对我来说，我现在在肚子饿，或是通常在下午时间，你会突然感觉想要补充能量或热量的时候，我可能就不会像过去一样选择拿一包洋芋片起来吃，或者选择吃巧克力，或是叫一杯手摇饮料。相反的，我可能会用其他的食物来取代。譬如说，我现在其实很习惯喝麦片，尤其是类似像这样的随手你可以去取得的麦片饮料，然后你直接冰在冰箱。你肚子饿的时候，你就随时拿起来喝的时候，其实会很快补充你的能量。对我来说，其实你就不会造成身体很大的负担，因为越大的负担就代表你要越大的运动量。可是如果你运动量只能维持在一个程度的时候，你就必须要靠饮食的逻辑来去调整你的身体状态。
15公斤对很多人来说可能会是一个很大的数字，但对我来说，我增加那15公斤，其实在很短的时间，的确要减掉它会花很大的力气。在第一个阶段，其实算比较顺利跟幸运，就是你只要开始少吃，它体重就会掉得很快，然后吃的越少，它就掉得越快，但你的基础代谢会跟着掉下去，所以到一个程度以后，突然之间你就减不了，你就必须要正常饮食。但你如果吃的跟过去一样的食物，它体重恢复的还是会很快，它也许不会再变胖，但它不会再瘦下去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减重的过程就是每次都像是一个爬坡的状态。你爬上一个坡，稍微走一下，骑车一样。你骑完一个坡，你要稍微有一个缓坡，让你继续再往上骑。所以你要告诉你自己，就是要不断的再上去。当你突破那个坎的时候，你就突然发现，你又往下一个减重或减脂的过程移动。然后这段时间你并没有吃的比较少，但是永远都是一件关键，叫做你吃的比较健康，这才是真正的关键，并不是少吃，是你必须得吃的健康。对我来说，我觉得每天喝燕麦，或是长时间，如果你要补充能量，你喝燕麦其实是很简单方便的，它甚至比我吃那种 energy bar 更让我觉得开心，因为它的热量会比较低。所以你只要看到热量成分，你就会觉得说，其实它也蛮简单的。你光喝完就会突然发现说，其实你就不会这么疲倦，然后某个程度你的愉悦感也会增加。所以对我来说，其实类似像燕麦这样的产品，胜过我去吃很多其他的东西。所以我现在在重训之前，我可能会喝燕麦，这是第一个。二，要么我可能会吃比较简单的，譬如说法棍面包。就让我自己有稍微某一种热量的时候去做重训，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体重掉的同时，我的重训的力量没有掉得这么快。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掉得很快，但过去的这几个月，其实它回升得非常的快，所以它也适度的可以去让你自己的重训或运动表现变得越来越好。所以的确在重训之前，我后来自己的学习不能那么铁齿，但是要试着去思考。能够补充基础的热量，让你自己的表现更好，这是必要的过程。这个也是一个很大的改变，因为我过去的重训有一个很有趣的习惯是，我不太习惯在重训之前吃任何的食物，所以我都会维持在空腹的情况底下去做练习。那这有一个很大的问题，就是当你练习完之后，你会有一种代偿心态，你会开始想吃更有热量的东西，譬如说炸鸡，你会一次吃1头。譬如说牛排，你会一次加了一个鸡排下去吃，所以对我来说，我在重训完的时候，过去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大量补充能量，然后饮食习惯变得很不好，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会一直增肌，但没办法减脂。你试了一次，你就会发现，其实它跟你的想象有一个很大的落差，它其实一点都不难吃，口感也不会不好，甚至有更多其他的风味会出现，搭配某一种的调味逻辑，它会变得很不一样。所以我觉得谷类产品对我来说也是一个有趣的学习。这一次我又认知到了油有很多不一样的某一些天然的，不能讲疗效，但是天然对身体有一些比较正向的帮助的时候，你就会对于油品的选择会更有学习的动力去看它。所以整体来讲，我还是觉得像燕麦啊、谷类啊，然后或是选用油啊，这3件事情基本上会影响你在做健康饮食，应该是最主要的核心。除非你真的一直要控制体重的时候，要不然我通常都会先选择类似像比较简单，然后随时可以拿到的东西，先去从日常的习惯改变，而不是基本你要很大量的去改变你的饮食跟热量摄取。因为就光你要放下手摇饮料，你要放下巧克力，你要放下洋芋片，然后改吃比较健康的东西，让你去补充能量跟热量，其实这件事情已经够难了。所以我才会说，现代人只要做到这件事情，基本上不论是降血脂、血糖跟血压，第二就是你的体重控制，这其实都容易多了。我很常分享一句话，叫做“绝对的自律才能换来绝对的自由”。我认为最绝对的自律在饮食，就是饮食控制绝对的自律，一定有一天可以换到你的健康自由。